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精彩的跨海恋爱故事，简直可以说是我这么多年当红娘遇到的最离奇的一段姻缘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更是两岸婚恋文化价值观的一次精彩碰撞。说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沈婉清，我就忍不住想感叹一句，在大陆被嫌弃的高龄剩女，怎么到了台湾就成了香饽饽呢？为啥同一个人隔着一道海峡就能从滞销品变成抢手货？今天就让我带大家一起来扒一扒这其中隐藏的两岸择偶观差异。沈婉清今年36岁，身高168厘米，是华东某985高校的一名编制语文教师，皮肤白皙，身材窈窕，标准的瓜子脸配上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，说他是颜值在线绝对不为过。除了颜值，他的条件更是不错，博士学历，年薪近30万，有房有车，生活过得舒适精致。但就是这样一位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颜值的三高女性，却在大陆的婚恋市场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丽姐，我真的太难了。3年前，婉清第一次找到我帮忙介绍对象时，表情沮丧地说，我妈都急疯了，天天给我发相亲角大爷大妈们的照片，说是让我抓紧，不然好男人都被抢光了。那时候我已经在相亲行业摸爬滚打10多年，听到这种话一点也不意外。我调侃道，大龄优质女青年的通病啊，尤其是你们这些有文化有事业的，不过你这条件找个好男人应该不是问题。谁知道婉清听了直摇头，叹了口气说，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这条件在相亲市场简直是减分项。我介绍过的男方一听我是博士还是教师，要么直接说你太强了，我驾驭不了，要么就是嫌我太独立，不够温柔体贴。更离谱的是，有些人甚至直接问我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能生吗？搞得我像个生育机器一样，我听完都惊了。不过仔细想想，确实如此。在国内许多地区，尤其是传统观念较重的家庭，对于女性的择偶标准往往还是男高女低，男方比女方年龄大，学历高，收入高才是门当户对。还有啊，婉清继续吐槽，我相过的男方好多都是妈妈陪着来的，见面第一句不是问我兴趣爱好，而是有没有婚房，准备生几个孩子，会不会做家务。我都无语了，我们还没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呢，就开始谈这些。说起这些，我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像婉清这样优秀的女性，在大陆的婚恋市场上确实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。在家庭的眼中，她们已经大龄未婚，是亟待解决的问题。在男性眼中，他们的学历和能力太高，会让对方产生压力。在整个社会的眼光中，他们被贴上了剩女的标签，仿佛婚姻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。我为婉清安排了几次相亲，但结果都不太理想。有的男方嫌她年龄大，一上来就盘算剩下的生育年龄；有的男方则被她的学历和工作吓退；还有的男方虽然自己条件一般，却要求婉清必须辞职回家相夫教子。天哪，我简直要气疯了！婉清气得直跺脚。我努力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，为什么到了婚恋市场，我的优势全都变成了劣势？大家口口声声说要找贤妻良母，实际上恐怕是在找保姆加生育机器吧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婉清说的没错，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，对于女性的期待还停留在相夫教子的传统角色上。高知女性想要找到与自己匹配的伴侣，难度确实比普通人大很多。丽姐，其实我对结婚也没那么执着。婉清有些疲惫地说，但是家里人的压力真的太大了，尤其是我妈，整天唠叨我，人家都结婚生子了，再不嫁就真的晚了，到时候变成老姑婆怎么办？搞得我好像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一样。我拍拍她的肩膀，理解她的无奈。在我们国家，传宗接代、结婚生子这些传统观念根深蒂固，尤其是对女性，年龄的压力几乎是无处不在的。婉清，别着急，我安慰她，你这么优秀，一定会遇到欣赏你的人。然而，接下来的1年，婉清的相亲之路依然坎坷。她甚至尝试了各种婚恋平台和相亲活动，但结果大同小异，不是被嫌弃年龄大，就是被质疑太强势。眼看着36岁生日即将来临，婉清几乎失去了在大陆找到理想伴侣的希望。
就在这时，命运之神给他开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玩笑。丽姐，我要去台湾了。去年夏天，婉清兴奋地给我打电话，原来她所在的学校与台湾一所大学建立了姊妹校关系，开展为期1年的教师交流项目，而婉清成功申请到了这个宝贵的名额。台湾啊，那可是个好地方。我立刻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婉清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在台湾也有些朋友，说不定可以帮你介绍几个当地的优质男士。反正你要在那边待1年，不如试试看。电话那头的婉清明显愣了一下，然后哭笑不得地说：丽姐，我去台湾是工作，不是去相亲的啊。再说了，我都快放弃了。哎呀，工作和恋爱又不冲突。我故作神秘地说，而且啊，我听说台湾男生对待女生特别体贴温柔，不像大陆这边那么看重年龄和生育，这不是正好适合你吗？虽然婉清嘴上说着算了吧，但我能听出她语气中隐藏的一丝期待，毕竟谁不想遇到那个真正欣赏自己的人呢？几个月后，婉清真的踏上了前往台湾的旅程。起初，她完全沉浸在工作中，每天忙着适应新环境，准备教案，与台湾学生互动，根本没时间考虑恋爱的事。直到3个月后的一个周末，她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教师联谊活动。丽姐，你绝对想不到我今天遇到了谁。那天晚上，婉清兴奋地给我发来视频通话请求。怎么了？遇到白马王子了？我半开玩笑地问。不是白马王子，是阮教授。婉清的眼睛亮闪闪的，就是那个在语言认知领域超有名的阮志远教授。他的论文我读了好多，没想到今天居然能见到真人。我笑着摇摇头，看来婉清还是那个学术至上的工作狂，遇到学术大牛比遇到帅哥还兴奋。所以呢，你们聊得怎么样？太棒了！婉清像个小女孩一样激动。阮教授对我的研究方向很感兴趣，还邀请我下周去他的实验室参观交流。哦，这不错啊！我立刻嗅到了恋爱的气息。这位阮教授多大年纪？有家室吗？丽姐，婉清立马害羞起来。你怎么又开始了？阮教授今年39岁，好像是单身。但我真的只是欣赏他的学术成就。行，我笑着说，不过记得拍几张照片给我看看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婉清与阮教授的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，从最初的实验室参观，到后来共同主持研讨会，再到周末一起去台北故宫博物院、淡水老街闲逛，两人的关系明显超出了普通同事的范畴。丽姐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动心了。大约2个月后，婉清终于向我坦白，阮教授对我太好了，不仅尊重我的事业和想法，还特别体贴细心，而且他从来不觉得我的年龄是个问题。我早就猜到了这一点，但还是故作惊讶。哎呀，真的吗？快给我详细说说，这个阮教授到底好在哪里？婉清思考了一会儿，首先，他特别尊重我的职业规划。有一次我们聊天，我说想申请台湾的长期教职，他不仅没有像大陆男生那样觉得女人事业心太重不好，反而特别支持我，还帮我分析各个学校的优势。还有啊，婉清越说越兴奋，她特别理解女性的处境。有一次我们讨论到剩女这个词，我说自己在大陆就是被贴上这个标签的人，他听了特别生气，说这种标签太不尊重女性了，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由婚姻状况决定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婉清的声音变得更温柔，她从来不把我的年龄当回事。有一次我开玩笑说自己是黄金剩女，她特别认真地对我说，婉清，在我眼里，你这样优秀、独立又有魅力的女性，简直是稀有珍宝，怎么会是剩下的呢？我当时就感动得不行，听着婉清的描述，我不禁为她感到高兴。这位阮教授的三观和处事方式，确实与婉清在大陆相亲时遇到的男性有很大不同。所以，他向你表白了吗？我迫不及待地问。还没有明说，婉清有些害羞，但是前天他送我回宿舍的时候，我们接吻了。哇，这不就等于确定关系了吗？我激动地说，看来台湾之行不仅收获了工作经验，还收获了爱情啊。但是丽姐，婉清突然变得忧虑起来，我很担心这段感情的未来，我们隔着海峡，以后怎么办？如果我回大陆，他留在台湾，异地恋太困难了。如果我留在台湾，家人又会担心和不理解。而且阮教授今年39岁了，
万一他想要孩子，我看出婉清还是放不下大陆那套婚恋紧迫感和生育焦虑。婉清啊，我语重心长地说，你先别想那么远，既然遇到了欣赏你、尊重你的人，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当下呢？至于未来的事，两个人一起面对，总会有解决办法的。婉清似乎被我说动了，点点头说，你说的对，丽姐，我应该放下包袱，好好享受这段感情。就这样，婉清和阮教授的恋情正式开始了。然而，随着两人关系的深入，两岸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冲突也逐渐浮出水面，给这段跨海恋情带来了不小的挑战。丽姐，我要疯了！这天，婉清情绪激动地给我打来电话。我妈知道我在台湾谈恋爱后，简直像炸了锅一样。原来，婉清在视频通话中不小心透露了自己恋爱的消息。她妈妈立刻追问阮教授的情况，特别关心有没有房、收入多少、家里几套房产这类问题。当得知阮教授虽然是知名教授，但只有一套60平方米的小公寓，没有车，也没有其他房产时，婉清妈妈当场就不满意了。我妈直接说，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穷，台湾人果然没有咱们这边有钱，你都36了，嫁过去有什么保障？婉清学着她妈妈的语气，气得直跺脚。我解释阮教授在学术上的成就，我妈完全不在意，只说那能当饭吃吗？我理解婉清妈妈的担忧，这正是大陆典型的家长择偶观，看重硬件条件。在很多大陆家长眼中，门当户对主要体现在物质基础上，买房买车是衡量一个男人是否靠谱的重要标准。那阮教授知道这事吗？我问。知道啊，就是因为他知道了，我才更难堪。婉清叹了口气，我本来不想告诉他的，结果他自己提出要和我父母视频，然后我妈就当着他的面把那些问题全问了一遍。阮教授是怎么反应的？他特别淡定，婉清的语气有些复杂，他很耐心地回答了所有问题，然后告诉我妈，阿姨，我理解您的担忧，在物质条件上，我确实比不上大陆的很多人，但我能保证的是，我会全心全意爱护婉清，尊重她的选择，支持她的事业，给她幸福的生活。听起来是个真诚的人啊，我由衷的赞叹。可我妈根本不吃这一套。婉清苦笑道，她直接说，光靠嘴上说有什么用？没有物质基础，感情能长久吗？我当时就尴尬死了。这种尴尬的场景在跨文化恋情中太常见了。大陆家长普遍看重物质基础，而台湾的家庭则更重视感情基础和三观契合。那后来怎么样了？我好奇地问。阮教授没生气，婉清说，他反而对我说，他能理解我妈妈的想法，毕竟父母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生活。但他也很坦诚地告诉我，他虽然没有大房子、大车子，但会用自己的方式给我幸福。你自己怎么想的？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。婉清沉默了一会儿，说实话，我一开始也有些犹豫。在大陆，我已经习惯了那套男方必须有房有车的标准，但是相处久了，我发现阮教授给我的尊重和理解，比那些物质条件珍贵多了。我们俩的收入加起来，其实生活得很好了。而且阮教授从来不计较钱的事，我们出去玩，他总是主动付钱。我想买什么东西，他从来不会说太贵了、不值得之类的话，只会问你喜欢吗？听着婉清的描述，我不禁感慨台湾男性和大陆男性在处理感情问题上的细微差别。看来阮教授是个顾家的好男人啊。没错，婉清点点头，他还特别会照顾人。我生病的时候，他会请假来照顾我；我工作忙的时候，他会默默帮我分担家务；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他总能用各种方式逗我开心。这些小事比什么有没有豪宅重要多了。我完全理解婉清的感受。在择偶观上，台湾社会确实比大陆更注重情感交流和生活理念的契合度，而非单纯的物质条件。不过丽姐，婉清突然压低声音，还有一件事我有点不好意思说。什么事？你跟我还害羞啥？就是婉清脸红了，阮教授特别懂得尊重女性的感受，包括那方面的事。我立刻会意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看来台湾男生确实细腻体贴啊。是啊，婉清小声说，大陆那些相亲对象，要么装作正人君子不提这个话题，要么就直白的令人尴尬。但阮教授不一样，他会关心我的感受，会问我喜欢什么，会为我的感受着想。
这种被尊重的感觉真的太好了。婉清的身材一直很棒，168厘米的身高，配上纤细的腰身和修长的双腿，穿上旗袍的时候简直惊艳。但在大陆的相亲市场上，她的外表反而常常被忽视，人们更关注她的年龄和生育能力。而阮教授则真诚地欣赏她的全部，不仅是她的学识和才华，还有她作为女性的魅力。阮教授经常夸我美，说我穿旗袍的样子像民国时期的电影明星。婉清害羞地说，她会注意到我换了新发型，会记得我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，会在我疲惫的时候主动帮我按摩。这些小细节让我感觉自己是被珍视的。听着婉清的描述，我深刻感受到了两岸婚恋观念的差异。在大陆，剩女被视为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，而在台湾，成熟独立的女性却往往更受欢迎。大陆看重硬件条件，台湾则更看重情感契合。大陆强调家庭责任，台湾则更尊重个人选择。婉清，说实话，你觉得台湾男生和大陆男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我好奇地问。婉清思考片刻，认真地回答，最大的区别，我觉得是对女性的尊重程度吧。在大陆，很多男性潜意识里还是希望女性相对顺从，结婚后能以家庭为重心。但台湾社会已经普遍接受女性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，不一定非要按传统角色走。还有就是对年龄的看法，婉清补充道，在大陆，35岁以上的女性在婚恋市场几乎被判了死刑，好像过了30岁就一文不值了。但在台湾，人们更看重的是两个人是否合拍，年龄反而没那么重要。这番话引起了我的共鸣。在从事红娘工作的这些年，我见过太多优秀的大龄女性因为年龄问题被相亲对象拒绝，而这些女性如果在台湾，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遭遇。就在我们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婉清突然收到了一条信息，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。丽姐，阮教授说要来大陆见我父母。婉清激动地说，他说既然决定和我在一起，就应该尊重我的家人，面对面解除他们的顾虑。哇，看来是认真的啊！我笑着说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没想到，阮教授的这次大陆之行，不仅彻底改变了婉清父母的态度，也让我对两岸婚恋观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。阮教授来大陆的那天，婉清紧张得不得了，一大早就开始帮妈妈准备饭菜。妈，您可千万别问那些尴尬的问题啊！婉清一边切菜一边叮嘱。婉清妈妈撇撇嘴，我怎么就不能问了？我问的都是实际问题。你们年轻人只顾着谈情说爱，生活中柴米油盐谁来负责？就在母女俩唇枪舌剑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婉清3步并作2步冲去开门，只见阮教授一身得体的休闲西装，手捧着一大束鲜花和几份精美的伴手礼，笑容温暖又得体。阿姨好，阮教授用标准的普通话问候，然后递上礼物，这是台北特产凤梨酥和一些茶叶，希望您喜欢。婉清妈妈接过礼物，脸上虽然还带着防备，但明显缓和了许多。来就来吧，还带这么多东西，太客气了。饭桌上，婉清妈妈开始了36计审问，从家庭背景到工作收入，再到未来规划，问的那叫一个详细。我们的阮教授沉着冷静，对答如流。阿姨，我理解您的担忧。阮教授放下筷子，认真地说，在物质条件上，我可能不如大陆的一些年轻人，但我想说的是，在台湾，我们更注重的是两个人能否相互扶持，共同成长。婉清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女性，我非常珍惜与她的缘分。哼，说得好听。婉清爸爸突然插话，我女儿马上就要37岁了，生育黄金期都过了，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？这个问题可真是扎心了。婉清当场就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谁知阮教授却坦然一笑，叔叔，在台湾，许多女性都是35岁后才生育的，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好，完全不必太担心。再说了，如果婉清不想要孩子，我也完全尊重她的选择。家庭幸福与否不是由孩子的数量决定的啊，不要孩子也行。婉清妈妈瞪大了眼睛，那老了谁照顾你们？妈，婉清忍不住出声，现在讨论这个是不是太早了？阮教授轻轻握住婉清的手，安抚她的情绪，然后对婉清父母说，叔叔阿姨，在台湾，我们认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，
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或家庭的期望。我喜欢晚清的独立自主，也希望能给她足够的空间和尊重。如果你们担心我们老了没人照顾，台湾的养老体系其实很完善，而且我和晚清都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，完全可以为自己的晚年做好准备。这番话说的晚清父母哑口无言。饭后，阮教授主动帮忙收拾餐桌、洗碗，这一系列举动彻底征服了晚清妈妈。这个台湾女婿有点东西啊。晚上，晚清妈妈悄悄对我说，虽然没有大房子、大车子，但是人品真的好，而且超会照顾人，比那些只会花钱不会疼人的大陆男生强多了。我忍不住笑出声，这不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吗？晚清这么优秀，就该找个真正欣赏他的人。阮教授在大陆住了1周，期间带晚清父母去了很多地方游玩，还细心照顾晚清爸爸的老寒腿，每天帮他按摩、贴膏药。临走前，晚清父母竟然依依不舍，硬是塞给阮教授一个大红包，说是给你们的新房添置家具。天哪，我妈这是转变的也太快了吧！晚清惊讶地说，我追了这么多年的剧，都没见过这种神转折。哈哈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真香定律啊！我打趣道，你妈不就是嘴上嫌弃，心里早就认可了吗？半年后，晚清决定留在台湾工作，并且和阮教授登记结婚了。婚礼在台北举行，简单而温馨。晚清穿着一袭白色婚纱，美得不可方物。阮教授西装笔挺，眼中满是柔情。婚礼上，阮教授的朋友们都夸晚清，哇，志远终于脱单了，而且娶了这么漂亮又有才华的大陆媳妇，真是赚到了。晚清的朋友则感叹，啊，这同样是36岁，在大陆相亲时次9次被嫌弃，到了台湾却成了香饽饽。这波啊，这波是真爱无国界。更有趣的是，婚礼上还来了几位晚清在大陆时相过亲的男士，他们看到如今幸福的晚清，后悔的直捶胸口，早知道就不该嫌弃她年龄大啊。这下好了，错过了一个宝藏女孩。婚后的晚清和阮教授生活美满幸福。晚清在台湾一所大学获得了终身教职，阮教授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。两人一起买了一套海景房，虽然不大，但温馨舒适。丽姐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晚清在视频通话中对我说，爱情不是找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找一个真正欣赏你、尊重你的人。在台湾，我不再是被贴标签的大龄剩女，而是被珍视的独立女性。阮教授也经常和我开玩笑说，丽姐，谢谢你当初的鼓励，不然我可能错过了这个宝藏女孩。现在全研究所的同事都羡慕死我了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晚清的父母也彻底转变了观念。晚清妈妈现在逢人就夸，我女婿虽然是台湾人，但是比很多大陆男生都懂事，对我女儿那叫一个好，简直把她捧在手心里。前不久，晚清还给我发来好消息，她怀孕了。阮教授更是兴奋的手舞足蹈，请了育婴嫂，还主动学习了育儿知识，准备当一个全职奶爸。所以我总结到，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故事。同样是36岁的高知女性，在大陆被当作滞销品，在台湾却成了抢手货。这背后反映的是两岸择偶观念的巨大差异。在大陆，我们过于看重年龄、房子、车子，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情感契合和相互尊重。而在台湾，人们更注重两个人是否能一起成长、共同生活，物质条件反而是其次。所以，各位35岁以上还单身的优秀女性们，别灰心，你们不是大龄剩女，而是还没遇到真正欣赏你的人。晚清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没有年龄限制，真心才最珍贵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记得点赞、收藏加订阅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